果然啊，距离我导航的目的地呢还稍稍有点路啊，所以我还得从这个大洲村里面再一次穿进去，然后看看怎么才能够去到我导航的一个水闸处。好，我们就从这条小道来往前走吧。就这边呢，真的一个河冲连着一个河冲。刚刚我也没有看清楚是到底什么名字的河冲啊，但这条河冲比较小，前面呢应该是可以连到平山冲，还有呢就是更大的一条河冲叫城村冲。我们过去往前走走，河边还有一些观景的亭子，我觉得也不错。哎，其实我觉得可以在下面骑啊，哇，上面看得更清楚一些。这边呢，真的不但是树绿啊，河水也是绿的，反正你眼睛目光所及呢，全部都是绿色。当然，有些地方开了一些漂亮的花朵，这种感觉真的很棒啊！经过这条叫沙石街的小路，我们继续沿着这条河冲往前骑。这边还专门给你做了一些小道啊，可以去到更清水的地方。我看我的左前方呢，就是一个水闸了，这可能就是我今天要去的目的地吧。好，我们到那边去看看，因为那边呢是平山冲和城村冲交汇的地方，应该是平山冲的水流到比较大的城村冲里面，这个水闸呢调节这个水位的作用。新冲泵站，
果然啊，是架在平山冲，也叫平山河上面的一个水泵站。我们可以在这边看一看啊。就我现在在的地方呢，就是平山冲去到城春冲的一个出河口，而我眼前的这条比较宽的呢，就城春冲了。我打算沿着城春冲啊，稍微骑行一段，看看能不能去到海怡大桥的桥脚下，然后把那边的所有今天骑行的真正的最远的地点。眼前呢是一个高铁的桥梁啊，正好有车经过，看看这些高铁还是长得蛮好看的。既然是城春冲呢，我的理解啊，这边应该是番禺河的对面呢，就是城春地界啊，也就是顺德的地界了。这条城春冲啊，看起今天非常的安静啊，水位也不是特别高。但这个上面呢，你看啊，加了很多的高架桥，都是高铁经过的桥梁。这里呢都是一片建筑工地啊，那我想还是掉头吧。好，现在呢我掉头啊，顺着这条城春冲这条河流呢，往回家路上骑行。其实我今天骑到这边的并不远啊，就10多公里而已，骑得也比较慢，因为这些路都不认识，在村里穿来穿去，经常要看一下地图，看看导航。哟，谁在这个桥下养了那么多鸡呢？这个鸡长得蛮好看的。这个农民还是因地制宜啊，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也能养出一群鸡来。我的左侧呢，其实就到了南站的站台了，非常近。好，刚刚呢，我就是在左侧的这个新冲水闸门前站了一站啊，从左边的这条路下来的。但我现在呢，就是想沿着我右侧的河冲边上的小马路啊，直接骑下去了。可能会绕点路啊，但是毕竟是一条新的路，而且又是河边的路，看看风景应该是不错的。
你看啊，这条堤岸的马路啊，虽然马路本身还是比较简单简陋，但是两边的风景很美，一边是河，一边呢是这些树林绿地啊。这里一条路关门了，是一个水闸，上格海号水闸工程，必须绕道了。好，绕过了这个水闸，现在你又回到了河边啊。怎么又下起雨来了呢？左侧这些都是仓库吧，泥沙的仓库。这边的河面还是挺开阔的，所以作为两座城市的界河，应该还是看起来相当不错啊。这些应该都是沙子的这种仓库啊。你看，一只小船在河里，用一个非常长的那种运输带啊，就伸到这个沙子的仓库，就可以卸货。你看啊，这个地方呢，左侧也是地面的这种放砂石，这种应该地面的仓库吧。总之，这里就是河沙运输的一个中转站吧。虽然有点下小雨啊，但是沿着这条城村冲河道边上的道路骑行，我觉得还是非常舒服。看来不止我一个，也有人借用这条河岸的道路在骑行。我好像已经看到了前面连通到顺德那个海华大桥了，但是我身后那个海怡大桥呢，
没有去到啊。现在这番禺和顺德之间不断的修建大桥和道路，就很快两边应该融为一体了。在堤岸的左侧，大家可以看到，这边呢都是一片绿树，和前方很多高楼呢，那边就南站了，还是非常美的乡野的风光。而我现在正对着呢，应该就是海华大桥吧。相信那头呢就已经是顺德那边的区域了。就两边的这种风光啊，应该差不了多少，反而是顺德那边的楼更多一些，就感觉那边更像广州靠拢。这个大桥的名字我看写着叫广明城村特大桥，这么个名字啊。左侧呢叫西码头水闸，所以边上的花场就叫码头花场。所以呢，我现在看到的这个桥啊，就已经是广明高速上的一座桥梁了，它不是普通的公路。那看来我已经骑得有点远了。在广明高速的桥下穿过，我就看到前面有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，还有一座宝塔。我以前开车的时候应该看见过，那我们就把那边作为另外一个目的地了。刚刚我看到边上的牌子写着城村水道，能称之为水道的呢，就是比较开阔，有一定的深度，就是可以跑货船的，就跑船的这个水路叫水道。就一般的小冲小河还不能称之为水道。但这边呢，我就感觉就是一些泥沙这种码头，但我不清楚前方的这组建筑到底是属于顺德地带的，还是在番禺地带的，应该是顺德那边的吧。好，我们骑到那边去看看吧。
果然从这边一看呢，就在河的对岸才有那座宝塔和一组建筑物，但我不知道有没有桥可以过去啊，估计是过不去了。河的对岸呢，就有一座宝塔和一些古色古香的建筑。让我来看看啊，叫白鹤仙观、吕纯阳恩师、乐竹港啊，这座小山上有这么一些塔、一些建筑物。好吧，那这边是没有路桥可以过去的，那我们就在这边走路回家了。这边回去10公里。好，那我干脆把我的手机绑到我的车吧，导航回去啊，少走一些冤枉路。好，现在呢，我干脆就导航回家啊。导航的距离呢，差不多10公里。那我已经骑了15点几公里了，也就是说，今天全程呢，大概完成25公里左右的骑行了。我觉得恰到好处。今天呢，还天气算帮忙啊，虽然下了一阵小雨，但是并没有把身体打湿。气温呢也不错，大概30度左右吧，所以到现在为止呢，也没有出很多的汗。主要呢，应该是我慢骑的缘故啊。前方2公里拐弯。这条河边的地安路啊，大车很多，而边上呢有很多的仓库、码头，还有其他的一些像工厂之类的，所以我觉得这里已经是工业化地方了。看来我的方位还是没有找对啊，就我的前方才是海华大桥，就刚刚经过的是广明高速的一条特大桥，但普通车道呢就是这条海华大桥，就在我的眼前。其实也是应该我来的时候啊，差一点就到它跟前的这个大桥。我们来看看这座海华大桥的雄姿啊！你看啊，一座斜拉桥，虽然呢不是很宽啊，但它引桥还是蛮长的，一直去到前方。所以呢，要致富先修路啊，这已经深入人心的一种理念。
这前方的应该是一个码头啊，你看各种货船在这边停靠。我的右侧这艘船呢是从江苏杭州来的，那么老远的，怎么来的呢？这边一看就是一派码头的景象啊，有各种各样的货船在这边卸货装货。好了，我要左转离开河岸了，向着顺德 G105国道左转进去。中村供水厂在右侧，那应该还是中村的地方吧。这里呢，一派乡村工业区的风貌。从这条小马路出去，对出的就是顺德的三桂牌坊。
现在呢，我就从我前面的顺德三桂牌坊转入到105国道，前面呢是一座桥，下了桥呢就是一片坦途了，距离呢还有7公里左右吧。我们就在这边呢轻松的骑回家。我刚刚就从左边的这个叫都纳村出来的，我不认同这个字写的有些潦草，而且它是按照现在的习惯从左到右的。我以前一直以为叫纳都村，原来不是。现在呢，已经骑下了桥来了。现在呢，也已经回到了平都路上，也是105国道。这边呢已经是平山村了，但右侧呢都是工业地带，马路左侧呢是村里面的村民的生活区。已经骑完了这条平都路，我的左侧呢就是广明高速的一个路口，大福山路。刚刚看到画在城村水道上的特大桥，走的就是这个广明高速。我现在呢就要从这边右转到中印路。
这边呢就已经回到了中村了。现在呢，我从中运路转到了大佛山的北门，大概还有3公里左右就可以回家了。今天这一路骑得还算是比较的顺利了，或者说心情比较舒畅吧。因为呢，第一骑的很多的路段都是我以前没有骑过的。像尾村尾中村大洲村，还有基本都是一些村边的小道，或者就是村里的道路，还见到了一些古祠堂像雷姓的祠堂。就感觉这边呢，村民虽然他们有些自己的住房都已经破败了，但是对于祖先的那种祠堂呢，很多人还是愿意出钱来维护维修的，就这个传统保持的还是不错。但是呢，光靠个人来捐些钱呢，想的是不够的，所以政府也应该帮帮忙让他们这些祖先的祠堂呢保存得更好一些，让那些乡民呢就会谨守传统的观念也会以祖先为荣，让这个文化呢再流传下去。当然了，我们看到有些村落看上去条件好一些，但有些呢看上去稍稍的差一些，这个也是会有些差异，这个所占的地理位置、重视程度等等都会有些不太一样的。那我觉得这种差异呢，就跟人之间的差异是一样的，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但不管怎么说呢，大家都是努力的生活着，总是希望让自己的生活呢变得更好一些，这就是普通老百姓的心愿吧。所以对我来讲呢，就是借着这样的机会到村里去走走但这边的村民呢，很多地方都成了城中村了，自己没有什么土地了，但是也有一些地方呢还保留着这种种花养草，还有就是林场培育树木这样的产业。那么这边河道纵横，我相信很多人会参与到这些水上运输当中来对，这个应该也是一门生意吧。还有就是架在马路上水道上的高架桥非常多，其中最多的可能就是高铁的高架桥吧。所以呢，看到这种远距离的运输无论是客运还是货运，都比以前有了很大的发展。
好了，我现在已经回到祈福村里了，还算是比较合适的一段骑行线路。看了看呢，刚好25公里，骑得也比较慢啊。我想平均时速呢，撑死了也就是4-5公里这样的时速。天气还挺帮忙的，这个雨呢没有下下来啊，所以也就淋了几滴雨而已。那在这样的天气呢，就不在话下了。那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，我会把它分为2段和大家来做分享啊。我还是比较坚持有始有终，当然中间的一些无聊的路段啊，或者已经重复过很多次路段呢，我就会以一种快进的方式让它快快通过，也节省大家时间。当然各位朋友如果在观看视频时候嫌长的话呢，可以随意的往后去挪一挪啊，或者让它快进吧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在这边跟大家说声拜拜，谢谢大家的跟随和观赏，我们在日出现再见，拜拜。